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今日同大家玩個心理測驗，但對象唔係你，而係你同你隻貓之間嘅關係。聽落好似好搞笑，不過其實係心理學入面人點樣對待寵物，某程度上反映咗佢點樣處理人際關係。有啲人當貓係家人，有啲人當佢係細路、朋友，甚至情人，有啲就更加極端，當主子當係老闆咁伺候。亦有人覺得貓就係動物，唔應該太擬人化。咁其實你屬於邊一類呢？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有你哋嘅支持，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第一部分，心理測驗。依家請你放鬆一下，準備答以下7條問題，記得第一個浮現喺你腦入面嘅答案通常最準啊。問題1，當你返到屋企見到貓喺門口嗰度望住你，你會第一時間點做呢？ A， 對佢講我返嚟啦，然後摸佢抱佢。 B， 先放低袋，再慢慢搵佢傾偈。 C， 直接話我忙緊啊，咪搞住啦。D， 扮聽唔到，等佢自己平復咗先。E， 自己餐飯都未準備好，就即刻餵糧啦。問題2，當貓唔聽話，例如不斷喺台度跳、刮梳化，你嘅反應係 A， 忍唔住鬧2句，點解唔聽話？ B， 嘗試用零食引導，慢慢教。C， 直行直過，覺得佢開心就好啦。D， 有啲嬲，不過想佢下次改善。E， 放棄啦，反正貓有佢嘅世界。問題3，你平時同隻貓講嘢時用乜嘢語氣㗎？ A， 好似同細路講嘢咁咯。B， 好似同朋友傾偈咁。C， 似係同情侶散嬌咁。D， 好似同上司下屬傾工作咁。E， 近乎唔講嘢，只係觀察。問題4，如果有人幫你暫時照顧隻貓，你最大嘅擔心係 A， 佢會唔會唔識照顧啊？ B， 佢會唔會令隻貓唔開心呢？ C， 佢會唔會令隻貓中意咗佢㗎？ D， 貓會唔會聽唔返我指令呢？ E， 我唔會俾人照顧嘅，太麻煩啦。問題5，你喺社交平台上會唔會提自己隻貓啊？ A， 幾乎每日都提啦。B， 見到啱嘅相先分享。C， 唔太提啊，但會講佢嘅趣事。D， 偶然提下咯。E， 幾乎唔提喎。問題6，如果你幻想自己變成貓，你希望主人會點對你啊？ A， 好似家人咁痛錫我咯。B， 好似朋友咁尊重我。C， 好似情人咁親密對待我啊。D， 清楚俾指令我，界線清楚。E， 唔好干涉啊，俾空間我啊。問題7，你最怕發生以下邊一件事呢？ A， 隻貓唔再親我啦。B， 隻貓唔舒服。C， 隻貓俾第二隻貓蝦。D， 隻貓唔聽話咯。E， 隻貓太黐身啦。測驗完畢，計分時刻，每個選項對應唔同嘅分類。A， 你當貓係家人型。B， 你當貓係朋友型。C， 你當貓係伴侶型。D， 你當貓係上司或者下屬型。E， 你當貓係純寵物型啊。睇下你邊個字母出現最多，就係你潛意識中對貓嘅定位啦。第2部分，性格分析與心理解讀。家人型，親情影射者。如果你多數揀 A， 代表你將貓視為家庭一部分，你照顧佢就好似照顧親人，甚至有時會覺得貓需要你去愛。
經常會講，佢就好似我個仔咁咯，每餐食飯都會先諗佢食啲乜啊，有強烈嘅責任心。心理層面上，呢類人通常內心溫柔，有母性、父性嘅傾向啊，但有時會陷入控制式關懷，例如強迫隻貓配合規律或者衣着。建議學習容許佢有自己嘅生活節奏，因為家人之間最健康嘅距離就係有空間各自呼吸啊。朋友型，平等相處者。如果你多數揀 B， 代表你當貓係朋友，你冇太多控制欲，覺得貓有情緒有諗法，你尊重貓嘅意願，偶然甚至感覺佢比人更加明白你啊。同貓講嘢坦誠溝通，唔當佢係玩具，覺得我哋一齊生活，而唔係我養佢啊。對人際關係通常比較理性，有界線啊。心理層面上，你有成熟嘅共感力，唔容易依附，但可能會略帶孤獨感，借貓去填補心靈嘅交流。建議珍惜呢種相處方式啊，但都要保留人類嘅社交圈，唔好將所有情感都依賴喺隻貓身上啊。伴侶型，情感投射者。揀 C 比較多嘅人，通常會將隻貓視為情感寄託嘅對象。你會形容佢係心靈嘅伴侶，甚至係我嘅命中注定。瞓覺要一齊，行街會好掛住。當佢唔理你嘅時候，你會好失落啊。心理層面上，你對親密關係有強烈渴求啊，甚至會避免人際傷害，而將愛投射到隻貓嘅身上。呢種愛好真誠，但隱藏依附嘅傾向啊。建議貓雖然可以療癒你，但冇義務承受晒你全部嘅情緒啊。記得平衡被愛同俾對方有自由，要俾機會自己喺人同人之間重新建立安全感啊。上司或者下屬型，主從結構者。揀 D 比較多嘅朋友，通常係規矩控啊。你可能覺得訓練同管教貓係責任，甚至會用紀律嚟表達關心。對你嚟講，關係清楚先舒服，所以要分主人下屬嘅角色。心理層面上，你重視控制同秩序，唔太中意混亂。呢啲人處事利落，對自己好高要求嘅。不過太硬會令隻貓變得防備，建議放鬆少少啦，容許隻貓出錯。其實有時混亂同自由都係關係中重要嘅養分。純寵物型，界線清晰者。如果你多數揀 E， 你對貓嘅定位係動物，而並唔係家庭成員。你愛佢，但清楚界線。貓有貓嘅天性，人有人嘅生活。心理層面上，你理性冷靜，重視實際，唔容易情緒化。呢個取態適合作為自主，但有時會錯過情感嘅連結。建議有時貓都需要被理解為情感嘅生命，唔一定要俾隻貓好黐身，但偶然可以嘗試用陪伴代替照顧，然後會發現貓回望你嘅眼神會比之前多咗溫度啊。第三部分，混合型人格。現實中，大部分人都唔會只屬一類，例如平日係朋友型，但當隻貓病嘅時候就變咗家人型。有人同貓玩嘅時候係伴侶型，但喺訓練時就變咗上司或者下屬型。心理學有個概念叫投射互動，人會將自己被對待嘅方式投射到另一個生命身上，所以你點對貓，其實透露咗你心入面最渴望嘅關係模式。由貓反照人性。貓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唔會隨便迎合你啊。雖然佢唔出聲，但會好似一面鏡咁，你點對佢就會照翻出你點對自己。對貓太嚴苛嘅人，往往對自己要求太高啦。太溺愛貓嘅人呢，通常心底想被無條件接受。放任型嘅主人可能係怕受控制，或者怕負責任。所以養貓從來唔只係養一隻動物，而係同自己內心嘅關係練習啊。行為建議。不
不論你屬於邊類，以下幾點都值得試下。一、觀察而非評價。當貓做咗啲你唔中意嘅行為，先唔好罰佢住，反而先問下自己，我點解會咁唔舒服嘅？有時唔係完全係貓嘅問題，而係佢觸發咗你被忽視或者失控嘅感覺。二、保留專屬時刻。每日抽10分鐘，只係為一件事，陪佢玩啦，望下佢，冇電話，冇分心啊！你可能會發現驚喜，貓嘅反應或者會變得溫柔啊。三、練習講多謝。養貓唔一定係口講，心理上要感恩啊！佢教你耐性，亦都教你放手。四、分離訓練。對伴侶型或者家人型嘅主人係特別重要，刻意製造短暫嘅分開，例如出街幾個鐘，唔會對隻貓心掛掛，令你同隻貓都學識安全咁分開。五、記錄小改變。每星期記低你哋嘅互動，有冇改變同改善，長遠會理解自己嘅心態變化，等同於自我對話。睇到呢度，想問一個更深嘅問題，你當你隻貓係乜？其實反映咗你最想世界點樣對你啊？有人想被愛護，有人就想被尊重，有人想自由，有人想有規律。貓冇辦法講人話，但佢會用存在嘅方式去提醒我哋，每種關係只要真誠就會自然平衡。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同分享。多謝你睇到最後。